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2月6日。昨天呢，去看了牙医啊。那么算上之前去的几次呢，昨天应该是去了第4次了啊。其实我一共应该是一个牙周治疗，然后就补4颗牙。昨天是补了2颗啊。上一次补了2颗，然后之前一次呢是治疗，再之前一次呢就是观察啊，就是看你的这个拍片啊之类的。那么一共呢差不多花了接近1个多月时间吧。这个效率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慢的啊，并且呢，昨天还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呢，就是我这个已经坐上这个就是那个医疗台了嘛，然后牙医帮我打那个麻醉，打完以后呢又开始治疗，治疗了一半呢，他突然说他说这个他搞错了他说他这个看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跟他制定的这个医疗的计划不对，他说搞错了，然后又给我重新打麻醉重新打麻醉，打完麻醉呢又开始治疗，然后就是补牙嘛，补了一半呢，他说这个今天只能补1颗因为他搞错了，所以呢下周他说今天因为后面还有那个约会他说那个下周你再来再把另外1颗补了。那我一想下周过来，我等于我又要再重新打麻醉，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时间待久了吧，你就会发现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他们的一种工作的这种状态确实就是让人觉得呢有一点不放心并且呢就是他们在给你治疗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喜欢跟旁边的助手什么就聊天就不停的聊。当然了，这个不是就做牙齿应该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这种手术，对吧？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可能每一个民族或者说每一个这个不同的人之间的性格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不一样那么这个是一个小插曲所以呢，我本来昨天回来想录一个视频呢，因为我是上午去的，然后因为这个嘴巴上这个麻醉打多了，都觉得这个讲话都很困难，所以也就没有再录那么今天就录个视频。今天想重点就是讲一下什么内容呢？讲一讲最近的一些投资理财的内容吧。那么这2天呢，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DeepC 对吧？就中国的这个 AI DeepC 出现呢，导致这个英伟达呀，或者说那个美国的一些科技股狂跌。那么这个 DeepC 呢，我们就先从产品上来讲DeepC 我也用了那个一下，整体感觉呢，首先这个响应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是吧？这个有一句说一句然后呢，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当你问他那个中文的问题的时候，比如你问他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这个排名前10的这个武功高手，那么他的回答呢，确实他的这个精准度会比那个 ChatGPT 这一类的软件要来的精准那 ChatGPT 的话，它就是给出的这个排名就是之间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的人物都会有，就是产生错误了。
当然了，就是你要是跟 ChatGPT 你在告诉他你说这个是错误的，他还会再给你一个修正的版本，对吧？但是从 DeepSeek 的这个表现来讲呢，在中文的领域里面啊，我觉得他回答的内容是比较详细的，然后准确度我觉得也高一些，响应的速度呢也是挺快的啊。但是呢，就是你问他一些比如说一些海外的内容啊，那么它的这个反应和这个速度啊就开始变慢了。有的呢，他甚至就回答不出来了啊。比如说你问他一些深一点的，你说啊这个关于这个一些税务的问题或者什么的啊，他就回答不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觉得确实在这一方面它是不如那个 ChatGPT 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产品如果绝对的啊说这个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就击败了这个 ChatGPT 啊，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因为 DeepSeek 的这个缘故导致美国的科技股啊大跌？我觉得呢，这个只能说是一半一半啊。就是之前我在之前的一些视频啊，比如说那个我说川普时代啊有哪些投资的机会，还有之前的我一些说这个投资理财的视频，我就说过了啊。我说过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啊，在川普时代它是会先下跌的啊，它不会就是顺着这个现在这样的情况就一直上涨，对吧？尤其是这个英伟达，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啊，这个股价很高的时候，900上1000啊，900到1000，然后1000以后呢，英伟达进行了一个除权，是吧？因为当时这个股价也太高了，那么它除权以后呢，差不多又到了100，啊，这个时候呢，还是有大量的散户呢就涌进去啊。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100很快了就能到200很快了就能到400啊。其实这个时候这个风险已经是非常的高了啊。但是呢，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啊，就当然投资建议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对吧？所以我只能简单的啊，就是平时聊一下，知道他们的想法，我也不会说去极力的去劝阻了，对吧？因为毕竟别人如果赚钱了呢。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个 DeepSeek 呢是一个引子啊，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对吧？进行一个这个股价的一个下跌的过程。那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是会有看好这只股票的人，或者是机构啊，或者是资金，对吧？他会进行把这些廉价的筹码呢再收集起来。当然了，就具体现在这个下跌多少啊，还是要看的。就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停止，这个科技股这一波啊，包括美国股市这一波，应该还是有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那么就像最近对吧，又有一些新闻就出台了啊，就比如说什么川普又开始了一个征税的这个大战，对吧？对中国啊、墨西哥、加拿大呀，或者一些即将对别的国家，对吧？那这些其实这个世界上每天它都会有一些好的新闻跟一些不好的新闻。那么当这个新闻它服务于这个股价，对吧？那如果说就是那个股价要涨了那么肯定是什么各地需求上升，然后怎么样，对吧？那从 DeepSeek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的因为 DeepSeek 这个事情就是说，它是一个免费的一个产品，开源的一个产品，并且它的性能，对吧？它也是一个，只是它目前的一个情况，它也没有就是完全的说进入到这个市场以后产生长期的一个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只是这么短短的这个几天，是吧？那你说这个就完全之前这些还是拥有这么多资本资金的这些科技股就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在媒体的描述，或者说在那个资本市场来看，好像就突然觉得他们都被打败了，对吧？所以这个是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效应啊，这个尤其是对金融操作来讲啊，这个后续其实还是要看的啊，就仅仅说这个 DeepSeek 这个事情来讲的话，那么再讲讲这个黄金白银吧啊，黄金呢这一周呢是持续的上涨啊，那么我之前呢我也说过，我说这个黄金啊应该来说，在川普上台以后呢我说当时怎么说的？我当时说是要不它就是横盘，对吧？就是在2007以后它就会横盘，然后呢到了这个川普的这个上台以后呢，它要不再是往上拉完以后呢，我觉得它就会开始向下砸，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预判这个是个预判呢，我可以说就是一个猜测，它不是一个说成功率有多高的一个事情，对吧？就在这个资本的市场里面是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预测对了，对吧？那有的人他成功率概率高那么他说这个我的预测很高，对吧？那么我好像就怎么样就多厉害，但事实上我们其实都知道，对吧？就是这个预测人心里面是知道的，就是他自己的成功率是多少，并且你预测了你一定会去做嘛，对吧？那现在目前来讲呢，其实我是黄金从2700以上呢，我就开始加仓做空了我可以毫不那个隐瞒的告诉大家，那么目前来讲呢，还是浮亏的但是我没有一个做多的计划因为在我的这个感觉里面呢，就是我判断的这个方向是这样的，对吧？那么我的想法呢，就是如果它继续往上涨呢，在3000里面我是不会去卖掉的那3000以上呢，我要考虑一下，对吧？因为这个跟仓位跟自己的资金的一个比例呢是有关系的但是我的判断我还是这样。那我觉得呢，就是应该来说呢，我会看到它2500以下当然这个可能是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当中肯定还会进出有交易的所以就是在现在这样2800的一个点位呢，我是不提倡做多的包括2700的时候那黄金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白银其实走势跟黄金也差不多但是我觉得白银就是可能会有大幅度的这种补涨或者补跌就是它有可能它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黄金如果比如说涨到了3000，可能白银还是像目前的一个情况但是可能突然间它一下子给你涨个8%、几的，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做这种杠杆的交易呢对，要顺便说一下，就做这种杠杆性的这种，因为黄金产品也很多，对吧？它有这种 ETF 有股票有这个杠杆性的产品。那么做这种杠杆性的产品呢，我觉得就是资金还是要控制就不能就是用大量的资金，对吧？去做这种杠杆性的产品，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的成功概率其实还是不高的并且呢，就是因为成功概率就是预测，对吧？所以这个预测，你说你去预测未来能有多大的成功概率呢，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要有完整的一个方案，还有就是要有好的这个心理的素质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那么美元日元呢和我之前判断的也差不多，就是它一直持续的在下跌那么因为日元我觉得就是从162这个高位以后呢，应该来说很难再有一个更高的位置了应该来说呢，这个它会逐渐的回到就是日元前几年的一些位置，但可能这个周期很漫长，对吧？就像现在它是差不多这段时间就一直在155、156那么到152、153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就是短暂的来讲呢，它应该也不会迅速的开始下跌所以它是要一段过程的但是
如果是同样的杠杆性的作品呢，杠杆性的这个产品呢，它会向你收这个隔夜利息之类的，对吧？那你算上隔夜利息啊，如果你在手续费啊什么的，这个其实也很难盈利啊，因为它这个周期足够长。那么 ETF 类的产品呢，就稍微好一点，对吧？那些看多日元或看多美元的一些东西啊。那么接下来就说说这个天然气啊。那么我一直说我在做一个2倍做多天然气的一个产品。那这个天然气呢，应该来说呢，就是我说最高位啊，它会达到80，然后再从这个80呢，它会向下跌，对吧？那其实到80的这个位置呢，已经到了啊，已经到了。那么然后呢，它又开始下跌到50呢，我当时又买进了。然后呢，在60多呢，我又给它卖掉了，就是差不多在62的位置啊。那么这2天呢，它又回到了62啊。那么从50买进到62这个位置卖出以后呢，它62又下跌到50的附近。这一次呢，其实我还是想买进的啊，但是我后来没有买，因为黄金这2天涨得很高嘛，我就把资金转到这个黄金这边去做那个。就做空黄金的 ETF 去了啊，所以就是我没有买。其实想想看也挺可惜的啊，因为这个机会其实我是看在眼里的，对吧？所以我说有时候预测，可能你预测对了，但你未必会按照这个方案去操作，对吧？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每个人操作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天然气这个产品我还会持续关注的啊，我觉得就长期来看呢，它应该会突破80的高位啊，就是应该也不会特别久吧，我觉得就应该在这个几个月之间吧啊。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个比特币吧，比特币我觉得现在包括这些数字货币，我觉得现在都没有什么机会啊。我认为就是我之前视频也说了，就5万美元以下的比特币我会去看的啊。大家肯定觉得我现在说这个话肯定是发疯了，对吧？比特币现在10万，怎么会跌到5万呢？啊，我觉得一定会的啊，就是时间问题，不知道啊，有可能是下个月，也有可能是明年，对吧？甚至后年，因为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啊，它应该也会属于像比如说产生了像 DeepSeek 这样的一个突然的事件，然后导致这个比特币啊突然跌。那么如果跌的话呢，我会考虑去购买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当然不一定是比特币本身，对吧？啊，因为比特币本身，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还是一个税务的问题啊，就是买这些数字货币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于税务啊，就是你怎么去报税，对吧？因为现在因为比特币也有很多这种衍生的什么 ETF 啊或者股票之类的啊，我更倾向于去购买那些产品啊，因为那些产品它是在税务上啊很好处理，对吧？其实这是一种隐性的风险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啊，我买一些这个东西逃税，或者怎么样啊，其实对后续来讲啊，这个是一个风险啊，你亏损的时候，你没有赚到钱的时候，这个也无所谓，对吧？就是你万一真的是盈利了，或者说真的在这个市场中赚到过钱的人啊，就资金这个账户里面资金有一定规模的人都知道我说的这个道理，对吧？啊，那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股市吧，中国股市其实跟香港股市可以联系在一起说啊。那么春节以后呢，中国股市目前来讲呢是应该来说有一定的起色啊。那么中国股市我觉得目前它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啊，因为这个取决于2点。首先呢，我觉得是中国的政策啊。那如果说中国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对吧？它释放了新的一些政策，对吧？这个政策可能啊，我现在不知道，对吧？因为这个可能要专门钻研这些政策人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对吧？那么它如果释放了更多的机会啊，那么有可能这个股市还会有更好的一些收获啊。因为目前我观察到的一些新闻，比如说你最近大家去看啊，就是
像丰田啊，就是那个 Toyota。那么丰田呢，它现在在中国呢，它独资啊，在上海设立了这个做那个电的啊，就是那个用电的那个汽车，它是独资的啊。因为之前中国的这个是要求合资的，对吧？然后后来它放开了，对吧？他说这个现在独资也可以。那么其实这些政策呢，目前来讲呢，还有一些什么独资开金融机构啊，或者开银行之类的，反正就是未来这些政策，我觉得这个完全取决于这些政策。那么如果这些政策有更大的一些弹性，对吧？更大的一些空间啊，能够把目前的一些不利的东西啊，比如说经济下滑啊，人口变少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外资的这个转移啊，或者说跟美国的一些这个贸易战啊，对吧？或者未来的一些东西吧，就是说把目前的这种不利的东西啊，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对吧？就是有利的一种抵消的话，带来比较正向的，那我觉得中国股市啊，那现在是一个低位，就是因为过去它一直没怎么涨嘛，是吧？啊，它还是有可能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政策，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太会变得更好啊。当然了，就是在基本面上来讲呢，其实有一些政策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比如说一些什么那个，就是有些补贴，对吧？什么买家电、买手机、买什么汽车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啊，像比如说你去买一个平板电脑啊，不管你是买小米的还是买苹果的啊，可能就他都给你一个什么1-2千块就人民币的一个补贴，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挺吸引人的啊，就大家去看一看，什么京东啊，什么这种销量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当然，这个其实等于是政府在贴钱做这件事情，对吧？啊，但是它呢，确实能够带来一定的消费上的这种变化吧，对吧？所以就是如果这样的政策，如果更多的就出现，并且呢，就是贸易战的这种形势呢有一些好的变化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股市还是未来有机会的啊。如果就是靠什么出口什么电车什么这个东西的，或者就是说是一些现有原来的一些产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机会就不大啊。当然了，中国股市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对吧？可以说是优点，就是中国股市呢，就是你是买卖股票你是不需要交税的啊，这个就是你赚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相对来说呢，这个是一个优点吧因为你在交易别的股票，对吧？你任何其他的国家，基本都是赚到了钱，你要交掉20%这个是最少的，还要根据你赚的这个收入的高低，对吧？高的有40%那这个如果是它是一直是免税的话，那我觉得具备盈利能力的一些股民来讲呢，还是算是一个优点，对吧？而且现在就是因为有很多概念嘛，比如说你说像这种 AI 概念什么电车概念，或者一些什么原料的概念有许多的概念，这些企业它已经是全球化的，对吧？比如说你说小米手机小米的股票最近涨得不错，对吧？因为它的这个电车销量很好它持续的几个月都在这个卖得不错，在这个中国。那么小米的股价它上涨了，比如在香港上涨了，在美国上涨了，那么它在中国它是不是它相关的它的周边的一些股，它的概念股也会就涨起来，是吧？所以它也就是说，现在它不像就过去就是说你可能，我觉得20年以前的股市，可能这个中国的一些股市，它完全跟这个海外可能是没什么关联的，对吧？一些什么，比如你说帝洛百货或者说什么第一百货
这种商场这种股票，它可能就跟这个海外完全没有关系的，对吧？但现在就是有很多中国的一些企业呢，确实就是应该来说也不属于说完全属于中国企业吧。像小米这种都是有外资的，都有美资的，对吧？就属于这种就是说总部在中国，但是呢它的资本可能也是全球化的这种企业呢，它其实带来的这种对股市上的这种机会呢，它是多元化的好吧，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下次有机会再聊，谢谢。